装潢小学堂上课啦！大家好，我是魏助教。本集我们要来聊聊有关于壁纸的颜色，以及各种不同的风格当中，壁纸的元素又有哪些？如果你最近是要选壁纸的，一定要记得看下去哦。在正式开始前，邀请我们的本集节目大来宾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壁纸新鲜事，谢老板来解释。大家好，我是壁纸研究所所长谢林家士谢老板。在选购壁纸之前，有那么多的颜色，而这些颜色会造成怎么样子的感觉？我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色彩可以说是一个空间密码，不同的色彩其实给人家感觉是不一样。那在这个地方，大致上我将色彩分为两大类，一大类呢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我们所谓的白、灰、蓝、黑，我们的理性色调。那对于这样的一个颜色而言，你在里面你会觉得整个空间是比较安静、放松的一个方式跟一个感觉。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地色系色彩，譬如说米色、咖啡色这样比较温暖的一个色调。那这两个是比较截然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针对你的空间，你可以选择你的风格去搭配你的颜色。一个正确的颜色就是你的一个空间密码。那我想要来问一下，壁纸对于感官会不会蹦出一些新的火花呢？其实不同的一个壁纸，比如你可以透过材质、颜色，让你有四季的一种变化比如有秋天的感觉比如有落叶的感觉，你也可以看到绿色，看到荷花。其实不同的感觉在心里会产生一种影像、意象，你会觉得原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可以有不同的一种去感受。那譬如说，我们透过山水，那你会觉得说，你仿佛看到了有山有水这样的一种感受。那譬如说，我们看到了热带丛林，在里面你是热闹的，在里面你有一种度假的一种风格跟感受。那你也许你也可以看到很中国的一个花鸟，我们都可以在感官上产生无感的体验。我们让时光，让我们的美好记忆留在我们的墙面上。那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样子的空间会适合什么样子的壁纸呢？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选择颜色稍微重一点的壁纸，那让整个空间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在比较小的空间里面，我们也许可以选比较轻柔淡雅的一个色彩，去放大整个空间。再举个例子，那在比较高的一个空间里面，也许你可以选有一点渐层颜色，让整个空间有一种延伸的感觉，让这样的一个特色能充分的展现出来。我觉得空间的一个密码，其实就在里面，充分的运用颜色，可以让空间整个加分，那也是最棒的一个空间密码。想请问一下谢老板，在现代跟极简风当中，壁纸的元素有哪些呢？现代的一个风格，它也许比较强调所谓的色彩，譬如说专有的很纯粹的一个颜色，你可以透过白、灰、蓝、黑不同的理性色调，那透过比较平光的一个方式，让整个空间你会觉得更沉稳。现代风格我们常常会用到所谓的类似石材、金属、玻璃。其实现代风除了简易的一个图腾强烈的一个色彩，其实你还可以透过这些回收材质，增加它整个墙面的一个丰富性，而更重要，它兼具了一个大自然、一个环保，而且是整个风格里面会用到的一个建材跟元素。那现代人都非常喜欢的北欧风，北欧风的壁纸的元素又是哪些呢？我想对于北欧风的诠释，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也许我们比较常看到的一个方式，也许就像我刚刚讲，是白灰蓝黑。可是事实上，北欧是一个很少会日照的一个地方，所以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些色彩很鲜艳、很活泼，不同的空间表达方式，其实那反而是北欧它所想展现出来的一个内在精神。在另外一个角度，它其实是多元多彩，而且是多变化的。那想请问一下谢老板，有关于奢华、新古典的风格，壁纸的元素又有哪些呢？一种奢华，它可能色彩的光泽度它会更为亮丽，那你可以看到整个色彩的表现是很丰富。那透过不同的层次感，加上一些刺绣甚至于皮雕的一些元素，我们去展现
我们所谓低调奢华里面的一个丰富性，展现它所想表达的一个价值感。最后，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香春风在壁纸的元素当中又有哪些呢？我想鸟语花香，然后甜甜柔柔，很浪漫的感觉，是一般我们对于乡村风的印象。那在乡村风里面，我们可以透过最自然的一些花卉图腾，把现今流行的一些所谓暖暖、很柔的一些色彩，甚至于带有一些公主风格，沉溺在大自然的温暖怀抱之中。那整个自然田野的一种感觉，让整个空间做一个最美好的注解。那想问一下谢老板，针对不同造型啊、线条啊等等的这些元素，会在不同的风格里面，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差异呢？所谓的极简后现代或北欧风来讲，像直角、现代、几何，可能会比较常用这样的一个图腾，在类似这样的风格去表现。那至于我们所谓的低调奢华，或者是我们所谓的乡村风，我们可能会用比较弧形或有机的一个线条去表现出它比较不锐利，那比较趋近于我们所谓自然的一个风格。其实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包括不同的图腾，在壁纸里面其实都有它的一个含义。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你的视觉或影像呈现出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想请谢老板来帮我们分享一下东西方的壁纸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呢？我想比较东方风格，色彩基本上比较丰富，那让整个空间感觉比较饱满，那你觉得是热闹的。至于西方，因为生活形态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它比较极简，那颜色上可能比较平光，让整个空间的感觉是比较放松的。所谓的东方色彩，有个地方我们可能必须去提到它，就是所谓的山水。山水给人家的表现基本上是比较意象，没有那么具象，那让你感受到有如国画般，有如艺术的图腾一样。那在整个空间里面，它像一个艺术品，像一个创作品，这是不一样的感觉。至于西方呢，相对也有所谓的Japendi 是融合所谓的侘寂跟所谓的北欧后现代比较极简的一个风格融合成所谓的Japendi。那它的一个风格走向跟东方所谓的山水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我想透过文化的交流跟学习，东西方它对于美学的一个观念其实是慢慢在趋近，然后慢慢在结合。这个是我个人对于所谓东西方既竞争又合作的文化关系。今天非常谢谢谢老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任何跟壁纸装修的问题，都可以留言问我哦。下一集我们要讲什么是功能性壁纸，记得锁定哦。好的，本集内容就是这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